各位好久不见，底极梦做成了呀！没想到《奥神物语》今年真的开始宣传了。我确实没有想到羽生的人情能有这么铁，铁到能让网真那个组继续开发物语的续作。我之前还在想，如果新找一个组的话，最快也是羽生走之后才开始开发吧。但既然是网真那个组继续开发的话，那搞不好《奥神物语》在骇客做完的时候就已经立项了。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开发商下边有一组固定的人在负责《奥神物语》的进度，这个状态可能已经持续了7年了，中间生存那些事情可能完全不影响他们。那7年这个游戏确实该开发出来了，只能说我确实想不到网真那个组能继续开发物语的续作呀。为啥我之前没有想过网真那个组会继续开发物语的续作呢？一方面是开发网真的这个开发商 MediaVision， 他们是个靠谱的开发商，开发游戏有30多年了，他们的代表作老一点的玩家就算没有玩过，至少也听过这个曲子。就是荒野兵器，在90、00年代的时候还是被视为索尼的几大 JRPG 之一的。说到荒野兵器，我忍不住插一嘴，这个系列的主创倒是跑出去单干了，众筹开了一个荒野兵器的精神续作叫 Armed Fantasy， 然后呢，阿兹玛在里边做机械设计。所以就算不提网真和奥神物语，这个公司多少还跟底极梦这边有点渊源，感兴趣的人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好，说回这个 MediaVision， 虽然他们代表作的主创是跑了，但毕竟这个公司开发游戏也有30多年了，开发经验和技术积累还是很够的，所以我对这个开发商的印象还是一个靠谱的开发商。因为太靠谱了，所以我之前都怀疑戴哥不舍得继续给他们钱做底极梦的游戏。我没想到他们能做奥神物语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开发商自打做完骇客之后就不太活跃。你可以查到的他们在骇客之后的作品，除了一个战场的女武神，就只有那个手游恶魔72。恶魔72我倒是听说过是个好像还可以的手游，但毕竟也是手游啊，而且近些年很多日常给人的印象都是技术跟不上时代了才会跑去做手游，所以这个开发商跑去做手游了呢，就让人比较担心。直到去年呢，你才看到他们在说他们在负责开发小高和纲的那个百日战记，因为直到去年都还看他们在开发那个百日战记，所以到之前我都还觉得他们是不是其实已经没有人手来照顾底极梦这边了。当然现在说这些就都是白操心了，事实就是他们可能确实安排了一部分人手在一直做这个奥神物语。至于为什么现在开始宣传了呢？一方面可能是过了7年了，可能真的也开发的七七八八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之前在做的恶魔72和百日战记，恶魔72那边已经宣布完结了，百日战记4月份也要卖了，所以他们开发商的人手现在大部分可能已经可以调到底极梦这边来了，集中人力在努力冲最后1年，冲完就拿出来卖。当然他们这个2025年应该指的还是财年，我估计应该还是在财年的第3或者第4季度，也就是今年的12月或者明年的3月份之前。他要是离发售日很近了的话，他也不会说是2025年了，而会给你一个具体的日期。但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再等最多1年就能玩到了。毕竟我之前就说 MediaVision 还算个靠谱开发商嘛，他们敢拿出来宣传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开发的七七八八了。至少你参考他们已经开发了的那个百日战记，好像也不像是要跳票的样子嘛。好，关于开发商差不多就说这些吧，然后再来说游戏本身。现在不能叫它奥神物语了，应该叫它的大名时空异客。既然是网真这个组继续负责开发，往好的讲就是它的质量应该跟网真差不多，往坏的讲也是它的质量应该跟网真差不多。我个人对网真的一个主观评价是网真和骇客都是重剧情轻玩法的游戏，但剧情这个东西我说实话是不怎么关心的。你说底极梦的游戏剧情写再好又能怎么样呢？它能影响到图鉴吗？它能像生存那样能有黄龙幻灭模式这种1-2个新兽都算是影响图鉴了。所以底极梦的游戏剧情再怎么玩，它其实跟底极梦的主宇宙也没什么关系。但偏偏这第一个 PV 里边很多画面看起来都是剧情相关的，那我就不太关心了。这种剧情里边出的兽的边边角角到底属于哪个兽这个肯定有别人会看的，我就不看了。
至于艾鬼奥和泰坦，人家雨生早就说了这是奥神物语了，它出现在画面里只能说明这个饼终于烤好了，而不再是画的了。然后就该说游戏性的部分了。实话说，我个人觉得网真和骇客的游戏性是有点差劲儿的。2层吧就是干，平衡性也没有很好，迷宫设计聊胜于无。然后我个人最恶心的一个点是，他跑完主线剧情之后，还要强行接几个委托跑支线。这个支线居然不是可选的，而是你过剧情就一定得玩。结果你一看现在时空一刻的这个介绍文字，什么体验活用各个世界特性的机制与委托，我看到委托2个字我就已经麻了。你该不会又要像网真那样跑主线的时候还得强行接委托做支线吧？又这样拖延游戏时间是吧？我说实话已经有不好的预感了。至于什么叫活用各个世界特性，我说难听点，怕不会就是在现实世界里就在网上接委托，在数码世界里就直接跑图跑去找迪吉蒙接委托，该不会就是这样吧？反正关于这个描述我不太看好。然后这个介绍页面关于游戏玩法还提了一嘴，就是进化退化自定义，这不就跟网真一模一样吗？啥叫自定义？你像网真那样选一选继承的招式，装个装备，装点饰品，这都算自定义啊。所以这部分的玩法很可能就跟网真一模一样，不要指望有什么进步。说完过剧情养成，我们再来说战斗。这个 PV 里面倒是出现了一点战斗画面，以及官方的截图也有一些。你一看感觉好像还是跟网真一样，前面站3个兽在打，后面一个人站着丢道具。我觉得不要指望这个什么主角拿枪的画面就是主角可以打怪了，这大概率就跟网真主角的那个连接跳跃一样，是个剧情能力不能参战的。然后这个截图里边看着有4个兽，那这个艾鬼奥在边上，他可能应该是客座参战吧，应该不是玩家队伍里的。整个这个 PV 里面唯一新一点的东西就是终于可以骑乘了。它这个 PV 里面倒是确实也出现了很多这种好像能当载具的兽，但是这个骑乘看起来也很悲观。加鲁鲁这个画面还有一点欺诈性，但你看后边这个巨鲸的画面，你就觉得这明明显就是一本道嘛，周围那个场景都是有空气墙的，看着很热闹，但是也只有看着很热闹。然后你再倒回去看加鲁鲁这个画面，是不是觉得这些石头中间的就是那个一本道，这个石头之外就都是空气墙，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了？所以我觉得不要期待什么有一个开放大地图可以骑着兽到处跑。至于骑乘，要么就是骑起来稍微能让你跑得快一点了，要么就是跟以前的宝可梦一样，有些场景你只能骑着兽才能过去，比如这种水下的场景你只能养了水系的兽才去得了之类的。以及还是这个水下的场景，我本来还在想着说这么多兽在地图上面晃，是不是要改成明雷了？但是后来仔细一看，感觉这些晃来晃去的兽可能都是白色，说不定这个游戏还是暗雷。当然另一方面呢，你也可以想成是这种骑乘兽的场景是固定的，你只要骑在兽上面就不设计御敌，所以能御敌的场景呢，说不定有可能改成明雷，但是我觉得暗雷的可能性还是很大。而且你这样想的话，能骑乘兽的场景如果都是特定的话，那骑乘这个要素可能就更没意思了。反正要么就是骑乘没意思，要么就是暗雷，横竖想着怎么都不乐观这么说起来，这个活用各个世界特性的机制的意思，它不就是在数码世界里有些场景可以骑乘吧？所以你看，接委托可能跟网真一样，养成可能跟网真一样，战斗可能跟网真一样，连地图设计和跑图体验可能都跟网真差不多。那你说这个游戏有什么好期待的呢？它可能也就是一个画面加强版的网真而已。而且说到这个画面加强吧，感觉好像也就只是变得更高清了一点，同屏能动的东西多了一点，但仔细一看好像有很多都是网真复用过来的要素。最起码的你看它的 logo 设计方式和字体都是沿用的。再比如这个街景大家看着都很眼熟吧，它撑死就是把固定视角改成了自由视角。然后这个兽的必杀技更是跟网真一模一样。但是往好的想呢，它既然能复用这么多东西，那他们的开发精力就可以集中在新的兽和新的场景上边了。虽然前面也说了新的场景可能还是空气墙一本道，但至少还有新的兽嘛，可能这代的养成阵容能上400吧。总而言之呢，我个人悲观预计这一代除了画面加强，可养成的兽增加，然后多了一个不知道有没有意思的骑乘，除了这些之外，很可能比起网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进步。
当然往好的讲，很多人也觉得网真就是个不错的游戏了，所以没什么进步呢，可能也在大家的容忍范围之内吧。而且如果你是剧情党呢，那这些肯定都不重要了。总之关于这个新作，我们就还是等续报和发售日吧。快的话也许 Digimon.com 上面就会详细介绍一下了。